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7月13日凌晨，部分村庄房屋还被淹在水中，仅屋顶露出水面，多名村民受困房顶等待救援。昨天晚上水都外头都有将近2米多深，都淹了店铺。7点多下的后半夜1点多，在道边的全都游走了。太大了，这个风啊！无限的抱这个头都不被吹。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和河北等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7月13日，沈阳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单日降雨，降雨量之大，相当于一夜之间有40多个西湖的水倾泻进沈阳。同一天，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也遭遇暴雨袭击，城区短时间内爆发洪水，街道瞬间变成河流。大量汽车被洪水冲走，不少居民连夜呼喊求救，现场情况十分危急。从网络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洪水在深夜迅速涌入城区，街道几乎完全被淹没，滚滚洪流夹杂着车辆不断向前冲去，许多汽车在水中漂浮，互相碰撞，场面惊险。河北廊坊三河市被当局划为泄洪区，引发当地居民抗议。为了阻止政府用挖掘机挖开河道，将洪水引入自己的家园，大批村民聚集在堤坝附近阻止施工，并与现场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太惨了，这屋子一天人还全就是这个，有人已经拿事儿。我们是重新装修的。哦，重新装修的房，然后结果就这样的，什么来记打不了。你看这东西，在哪看不见？这电视这东西都开不开了，都开过，啥都弄不了了。据大陆媒体报道，当地一家5金店店主乔女士说，这次洪水来得又快又猛，短短几个小时，街道积水最深处达到2米多。自家5金店损失惨重，店里的很多货物都被洪水冲走，卷帘门和玻璃也被冲毁。她感叹自己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洪水。而就在各地忙着防汛救灾之际，河北廊坊三河市却因为泄洪问题再次引发民众强烈反弹。据了解，当局将廊坊三河市黄庄镇划为泄洪区域，引发当地居民不满。根据自媒体曝光的视频，7月12日晚，当局准备动用挖掘机挖开河道，将洪水引入周边村庄。消息传开后，黄庄镇、后阁庄等多个村庄的村民迅速赶到现场阻止施工。现场视频显示，一辆挖掘机已经停在堤坝附近准备作业，周围聚集了大量的村民。一名村民高声喊道：“后阁庄的老少爷们儿把车抬了！”话音刚落，现场不少村民立即响应，情绪十分激动。爆料称，双方随后发生了冲突。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暂时无法确认是否受伤。现场还有多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就这起事件作出公开回应。事实上，河北民众对泄洪问题一直非常敏感。过去几年，霸州、涿州等地曾多次被官方划定为蓄滞洪区，用于分洪泄洪。尤其是在2023年8月，
经今季遭遇特大暴雨期间，河北先后启用了7处蓄滞洪区，导致涿州、霸州等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数以万计的村民家园受损，被迫撤离。当时央视新闻在报道霸州灾情时，将部分村庄被淹归因于受降雨影响，却没有提及当地实际上是因泄洪而受灾。这一说法引发了不少灾民质疑和不满。不少灾民担心，如果官方将灾情定性为暴雨致灾，而不是泄洪导致受灾，他们将无法获得相应补偿。2023年8月4日，大批灾民曾聚集到霸州市政府门前抗议，高举“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等横幅，与现场手持防暴盾牌的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在持续的舆论和民间压力下，霸州市政府发表公开信，承认当地受灾是因启用蓄滞洪区泄洪所致，并承诺依法给予补偿。随后，央视等官媒也下架了此前引发争议的相关报道。7月13日，沈阳迎来了近年来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在暴雨和浑河开闸泄洪的双重夹击下，整座城市几乎瘫痪。大面积积水导致道路中断，不少昔日繁华的街区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从当地媒体和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沈阳多条主干道已被洪水彻底吞没，宽阔的马路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主播直言，部分路段最深处起码有1.8米，别说行人，就连汽车也根本无法通行，相关区域已被全部封锁。由于沈阳平时极少出现如此严重的内涝，很多车主压根没想到雨势会这么大，没能提前移车，结果导致大量车辆在积水中泡水熄火，损失惨重。太大了，这个风啊！我现在抱这个头都不被吹走。哎呀，冬天千万不要外出，太危险了，这个风太大了。哎呦，我的乖乖哟，这咋弄耶？愁死我了。我真服了！哎呦我去了！咋办呢？全淹没了，已经，全淹没了。我家整个楼下全淹了，我早上还他妈跟傻了似的在家睡觉呢。9点多，狗给我打电话打醒了，问我家里没事吧？我还寻思能有啥事儿啊？我再一看手机，他给我发老多信息了，全沈阳都被淹了，车库里进水了。他说不行，你去瞅一眼吧。我从家出门的时候，电梯已经停运了，我又从23楼走下去的。等我到地库的时候都傻眼了，妈，整个地库都倒灌了，水直接就没我膝盖了。沈阳这几天暴雨下完，我也是崩溃了。本来合计有时间了我去看看大海，结果大海来看我来了，太愁人了。这里外水位一边高，这以后出门我得划船了。我在沈阳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浑河这么疯狂，这么浑。这
这泥沙俱下的景象都有点黄河的气势了。很多沈阳的老铁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浑河这个样子。原来非常清澈的浑河水已经彻底变成了泥浆，夹杂着很多的垃圾和漂浮物。浑河北侧深水湾公园的低位漫步道已经被水位淹到了接近扶手栏杆的位置，南侧的高位漫步道已经接近于水漫金山。此刻浑河的水流有多急？看看大坝的惊涛骇浪，还有断桥桥墩下的水流湍急。直播间有家人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啊！一句我们真的需要帮助，想说不能因为东北人乐观松弛，就刻意忽视他们正在遭受的苦难。不要再冲了，我们快没有家了。看到台风8威登陆沈阳，当地引来了破历史记录的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已经发布了1级防汛紧急响应。但因为东北人民的乐观，于是有人调侃东北迎来了大航海时代，沈阳变沈阳。可现实是，苦中作乐只是他们缓解灾难焦虑的方式，并不代表东北地区的苦难可以被忽视。因为在天灾之下，灯塔被冲走，粮仓被毁，小孩哭着说我们快没有家了。相比起灾难下的调侃，我更希望他们被看到、被关注。一段视频近日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一名市民在齐腰深的积水中拖着自行车艰难前行，不少网友感叹这班真的非上不可吗？随后大陆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当事人，原来他是盛京医院的一名医生。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天安排了2台相对复杂的手术，而且早已与患者约定好了手术时间，因此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他都必须赶到医院。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作为医生吧，患者的病情才应该放到是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他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那个是我上班的那个交通工具，平时我也是骑车上班，然后没想到那个过那个水比较深，那么深骑不过去了，我才下来推车过去。沈阳暴雨后的第2天，浑河大坝开始泄洪，引发热议。视频里，持续暴雨导致浑河水位暴涨，泛黄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腾而下。原本供市民散步的滨河步道和清水平台早已被洪水吞没，沿岸许多树木只剩树冠露在水面上，整个河道比平时宽了不止1倍。一位当地博主还用镜头记录下了洪水猛涨的惊人一幕。他表示，刚开始拍摄时，河边的护栏还能露出半截，可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整排栏杆就彻底消失在洪水中，足见水位上涨速度之快，也让不少围观民众感到震惊。大火王，水库浑河大涨。呀，哎呀，是不是游艇码头那个信号塔吧？能不能过桥啊？这个，我去，还有一个，哎呦我，电线掉河里了。7月13日至14日，沈阳城区范围平均降水量346.8毫米，而沈阳历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15.9毫米。这意味着城区范围10多个小时内降下大半年的降水量，相当于一夜之间沈阳灌进去了40个西湖，这让浑河沈阳站水位超过警戒线。官方随后宣布，浑河已形成2026年第1号洪水。公开资料显示，浑河是沈阳最重要的河流之一，被称为沈阳的母亲河，贯穿整个城区，
不仅承担着供水功能，也是城市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浑河泄洪引发了不少当地居民的不满，许多网友留言说，既然早就预报有暴雨，就应该提前开闸，慢慢排水，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水位高到不得不开闸的时候才放水？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次并不仅仅是浑河自身的问题，而是浑河上游的大伙房水库泄洪，加大了下游的防洪压力，导致沈阳城区承受更大的洪水冲击。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